好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下意大利的海军。粉丝的要求是让我们开航母，然后拿下这个北非啊。这个要求显然是毫无难度的，我们直接航母启动。游戏开始前，可以先简单看一下意大利的舰队啊，一共2艘战列舰、8艘重巡洋舰、11艘轻巡啊，已经完全够我们用了。所以我们造完航母之后，基本上不用再造新的船了。开局的生产线简单调一下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原版根本就没必要出防空啊，那我们就一点防空都不出了。对空攻击这个数值对于大国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，因为我们能造出让 AI 根本无法抵挡的部队，也不差防空这点 debuff 了。开局有2艘战列舰快造好了，可以先把它造完。下面这2个36年的战列舰虽然船设计的还可以，但是我们暂时用不到啊，可以给它删了。国策里面送了我们5个海军船坞，完全够用了，就不自己造了。我们接下来就直接铺军工完事了。所有飞机飞到 I3， 然后把3个轻坦师也调过去。下面10个师，上面13个师，应该完全够用了。意大利前期飞机多，我们直接炸的话 ，I3 肯定是顶不住的啊，随便平推了。前期着急打的话，直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啊。我们这个补给还是有点差的，但是直接硬推也没事。义布师直接把家里面这些不用的编制全给它变了。最烦的就是这个变不了的编制啊，纯恶心人，到现在都没有改。一般拿下下面这2块地就可以发最后通牒了，这样的话还能多几个师。我的部队呢？没刷出来吗？很快就拿下了 I3， 偷懒的话可以直接放1-2个傀儡国，如果贪的话可以多放一点。这局就不玩那么复杂了，直接放一个易属东非，然后加上2个小弟。可以看到 EI 战争的态势根本来不及往上涨，我们成功完成2个任务，现在政治点数有点多。先开一个自贸，然后再开一个战神经济。意大利前期是没有油的，可以买点石油来训练一下舰队。可能这样一来的话，我们就造不出工厂了，不过无所谓啊，也不缺这1-2个工厂。甲板更换型船体没有用啊，航母一定要用这个36型的船体。舰队设计的话，用这个袭击舰队啊，能减可见度的。依然是转6个正规的步兵师去西班牙锻炼一下，然后改成我们的标准宽度。开局打 I3 攒的经验还是挺多的，上来就可以改一个大宽度了。前期把这2个船坞拿到手就可以了。奥托舰炮的话，它给的这个加速卡非常的好，可以往后留一留。航母好的一瞬间，我们直接开始设计啊。通过训练船只已经有59的海军经验了。现在版本的航母还是非常离谱的，可以放4个机库，
如果我们的造船厂到了6级，应该还能再加一个搭载量。如果怕被对面飞机炸的话，可以再放一个防空炮。设计好之后，直接开始拉生产线啊！先拉4条，我们只需要4艘航母就够了。其余的船只我们就不用多研究了。意大利居然自带飞机弹射器啊！接下来海军就是把这个舰炮以及下面的损害控制、火控什么研究一下就行了。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工厂可能资源不够买了，这时候的话我们就2艘的造吧。感觉驱逐舰造太多意义也不大，我们拉一条生产线来造一下我们的轻巡吧。轻巡的设计也很简单，全部用2级火炮，这样可以省点资源。有些人认为可以贴个甲，这样的话能扛一下对面小船的伤害，不过我觉得无所谓，因为 AI 的船很拉。意大利海军神将还是挺多的，这边有一个叫朱塞佩·菲奥拉万佐的，他自带封锁穿行者，简直无敌啊！下面还有一个带锁敌速度的，也很不错。关于航母搭载的海军轰炸机，我们依然是最简单的设计啊，一级引擎带1颗鱼雷就可以了。感觉这局陆军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坦克，我们就造点便宜的先将就着用着。现在是38年2月，我们的生产线安排的还是比较合理的。舰载飞机我们大概4艘航母拉满就够了，所以不用造特别多。关于这个南斯拉夫的最后通牒，一般都是直接生效的，所以不用管那么多啊，直接点。差不多到这儿，巴尔干事务就解决了。我们接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老莫的线给它点完。不过粉丝的要求是史实啊，我们只能跟着德国打，所以下面的国策点不点都一样啊。我建议还是优先把工业拉满吧。看了一下后2艘航母的时间，正好能在开战前给它造出来啊。如果想提前设置航母的飞机，可以在这边直接改，肯定是把海轰拉满啊。快开战了才想起来这局的侦察舰还没有造啊，侦察舰还是要来个1-2艘的。在39年的7月份，我们总算把这个造船厂给它攒到了6级啊。选一个方针，因为我们这局玩的是航母，所以方针肯定是选这个航空母舰的搭载量+1啊。因为这次航母我们已经提前装了防空炮，所以改装的话就给它再加一个副炮吧，区别也不大。这样一来，我们1艘航母的搭载量就达到了惊人的90啊。39年的8月底，虽然德国对波兰宣战了，但是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啊，随便他打。目前我们的主力是有40多个，转成标准的步炮坦还是完全够用的，毕竟我们这个生产线比较合理，坦克现在产的也挺快的，飞机的话也是刚好够用。接下来就是等我们这航空母舰改装完了，学说按照粉丝的要求直接点这个决战啊。决战的话，左线可能更好一点。开战前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舰队啊，航母4艘，战列舰4艘，8艘重巡洋舰，20艘轻巡洋舰，还有104条驱逐舰。这边52个潜艇，还有2个巡逻舰。巡逻舰先巡逻一下这3片海域吧，然后我们主力舰队在这边打击。潜艇的话就在这边钓鱼好了。如果这边的船都抓完了，我们再去抓一下东地中海。目前先开一个重视出口吧，把我们的资源收回来一点。这样的话，多的工厂啊，全去找这个苏联把油买满。不然的话打不了海战啊，直接全买了。没搞懂为什么德国不想让我参与战争啊？这德国不肯拉我进战争，我只好自己正当化了呀，直接开打啊。当然我们这个方向是没必要冲的，可以冲一下看看效果啊。我们这个部队打法国应该是碾压啊，随便打着玩。主要是看海军啊，看看我们这个航母舰队的实力。哎，不要去抓潜艇啊，这潜艇有啥好抓的？
我们开战总共有360架海轰，炸一下法国的舰队还是很轻松的。这边海军经验涨得飞快啊，优先把这个夜战给它点出来啊，减我们可见度的。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轻炮比较高，所以法军的驱逐舰倒的还是很快的。可以简单看一下海军报告啊，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个石雀鹰，也就是舰载海轰把对面给炸沉了。不过这支法国舰队也没什么大船，所以炸沉的基本上都是驱逐舰啊，待会儿得找一支大舰队逮一下。开战之后，我们海军国策就赶紧把这个最高指挥部点了，下面有一些学说卡，还有一些生产线可以拿。这边好像又碰到了法国舰队啊，看一下，还是一些战列舰加重巡啊。我们这个配置还是吊打，只不过这个天气不好啊，不是很能打得中。虽然法国的舰队逃得很快，但我们还是在他撤离战场之前给他炸成了2艘战列舰。目前我们库存里面海轰还是非常多的，所以每次作战损失1点根本算不上什么损失。这边应该是探测到了一支英国人的航母舰队啊，看看我们海军的实力。这局粉丝的要求是我们玩这个存在舰队，所以我们优先把这个航母有关的学说给它点了。这边往下点的话是能加我们出击效率的，这样飞机炸得更狠一点。然后我们空军学说也可以点一下，毕竟下面有加这个飞机的。好，这一次应该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战斗啊，双方都是4航母，而且对面是有100架战斗机的，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，因为我们的轰炸会被战斗机给拦截啊。对面的大船也挺多的。停位效率是100%，而且它舰队比我小，所以它的正位是满的。不管怎么看，我们都很亏啊，能互换战损了。不过他这个航母舰队跑得实在太快，把大船给撂下了，但是大船也跑掉了。然后英国的第2支航母舰队应该是姗姗来迟啊，我们接着炸。可惜的是夜间的话，这个海轰炸不到啊，又让他跑了。那只能靠我们前排的小船把他的这些驱逐舰给他清一清了。这一战总的来说我很亏啊，没有打到他的大船。不过航母舰队作战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啊。如果我们的炮不够多的话，前期就只能打对面的小船。等把对面小船打完之后对面大船就随便打了。这边又撞到了英国人的航母舰队啊，它还是一样的飞机，我们的海轰也补充满了。好，炸成了一个暗防舰，还是让他跑了，他跑得太快了，这个也没什么办法。唯一不让 AI 跑的方式是把我们的炮全部下掉，因为 AI 只要判断他的炮没我多，他是必跑的。然后航母的输出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，必然会让对面溜掉。这边是又吃了一波小船啊，直接潜艇群给它炸没了。我们这个打潜艇打的还是挺快的，赶紧接着把存在舰队点完啊。这个航母海上机场很重要，然后主力舰的组织度也给它拉上来，让输出能多一点。这边又碰到了英法的联合舰队啊，虽然是法国旗帜，但是用的英国的将。也是非常多的大船，看看能炸到多少啊！还是让他光速给跑了。法国这边投降了，现在变维希法国了，应该法国的船会消失很多啊。
虽然我们没怎么参与进攻，但是我们击沉敌舰非常多，所以刷的分也挺多的。这也是最近几次更新改的，让喜欢玩船的玩家能多拿点分啊。再次撞到了英国人的航母舰队，这次它只有3艘航母，飞机也都是五花八门的。然而我们飞机不给力啊，只能把它巡洋舰给带走啊。还好又追到了，好，这次就很轻松的把他的3艘航母全炸沉了。不过根据他受到的伤害来看的话，并没有太多是被我们飞机炸的，很高的比例是被这个重型舰炮给轰到了。我们重炮数值也不是特别高啊。到目前为止的话，我们可以先休整一段时间了。这个地中海里面已经沉满了英国人的船啊，全是英国人沉船的报告。我们舰队也基本上黄条不满了，得在家里面开始休一会儿了。总的来看，我们的损伤情况并不严重，基本上都是小船受的伤，大船毫发无损。看一下我们航母的报告啊，基本上都是协助击沉，自己主动击沉的都是一些小船啊，没有什么大的收获。其他几艘航母也是一样的啊，唯一击沉的一个大船是这个光荣号航母啊，这边是打了一个重巡，哦，这边打了一个战列舰，还可以吧。